大家好，我是貓盾，今天我們來聊命魂贾詡。贾詡的命魂技會對敵方全體造成傷害，並且會根據命中敵人的數量來結算中毒類狀態。若命中大於3人，則施加3層遺毒；命中小於3人，則額外結算3層中毒類狀態。遺毒是一種可暴擊的中毒狀態，不過現在官方把中毒傷害隱藏了，只寫會造成最大生命百分比傷害，所以我們也不曉得這遺毒的傷害是多少。命魂贾詡首次釋放命魂技，會對敵方全體施加蝕骨焚心。蝕骨焚心會使敵方每觸發一次灼燒或中毒類狀態，就會獲得1層遺毒，每回合最多觸發10次。這麼一來，命魂贾詡的遺毒就可以疊得飛快，即使自己不上毒，也能靠灼燒來疊。一階命魂還會使我方施加的所有中毒類狀態都升級為遺毒，使命魂贾詡的命魂技及蝕骨焚心所施加的遺毒都升級為衰弱類狀態。3階命魂的光環效果會使命魂贾詡的中毒暴擊率提升 50%， 造成的異常傷害提升 50%， 衰弱命中提升 25%， 和使己方全隊受到異常傷害降低提升 50%。 這些效果在命魂贾詡釋放命魂技後都會翻倍，變成 100% 中毒暴擊、50% 衰弱命中提升和 100% 的異常傷害降低提升。而且還多附加了使己方全體異常失效幾率和衰弱抗性提升 50% 的效果。這些提升都很重要，加上火燒隊也沒什麼要優先釋放的命魂技，所以贾詡的命魂技就當仁不讓的成為第一個釋放的命魂技了。不過命魂贾詡似乎有點生不逢時，在命魂諸葛果給了女性武將 80% 的異常傷害降低後，命魂技贾詡的異常傷害提升其實也所剩無幾，只剩下區區的 20% 而已。更別提命魂諸葛果還有異常傷害抵消和傷害結果降低了。唯一值得安慰的只有命魂諸葛果的灼燒傷害降低 100%， 是對命魂贾詡無效的。命魂贾詡自身會免疫中毒傷害，在首回合內，若己方全體被引爆，則會恢復本次傷害 50% 的血量。這是專門用來打火燒的，或者說是強迫讓你轉火毒用的。如果你不轉火毒，除了女團的命魂諸葛果可以壓制你，就連火毒的命魂贾詡也可以壓制你。當敵方全體被施加的灼燒和中毒類狀態累計大於30個後，蝕骨焚心的效果還會升級。升級後，只要被施加灼燒，就會獲得1層中毒。每次提前結算中毒，就會獲得1層灼燒，提前結算灼燒就會獲得1層中毒，這樣互相層層疊加，灼燒和中毒的層數就可以疊加得很快。從第3回合開始，敵方全體每減少10層中毒狀態，群雄武將就可以獲得1層亂世，命魂贾詡會額外再獲得1層。亂世最高可以疊20層，每層會提升 5%， 傷害結果減免。命魂贾詡可以多疊1層亂世，就意味着他的傷害結果減免可以疊得比其他群雄武將更快，比其他武將更坦。不過因為這項能力是第3回合才開始的，所以命魂贾詡不能站前排，他得先能活下來才有機會享受到這些加成，一般都會站到後排去。當命魂贾詡持有亂世時，還會提升自身最大生命值 50%。對於命魂贾詡來說，提升最大生命值不只是坦度的上升，也是輸出的提升，因為中毒看的是施加者的最大生命值。命魂贾詡這一技能最大的缺點就是慢，人家命魂諸葛果的傷害結果減免，雖然只有對女性 70%， 男性減半，但那可是開場就有的，而且還不用慢慢疊。雖說在 SP 蔡文姬登場後，戰鬥經常都是第3回合才開始的，但命魂贾詡要遲至第3回合才能和 SP 蔡文姬一起啟動，這顯然是一點優勢也沒有的。命魂贾詡的設計幾乎都是處處在為女團讓路。5階命魂會強化光環和命魂技的效果。
來自命魂賈詡的所有中毒效果，傷害都會提高 50%， 自身及同牌武將防禦力也會提升 100%， 己方所有衰弱命中會提升 30%， 並且免疫生命上限降低效果。最後石骨焚心的升級條件也會從對敵方累計釋放30次灼燒或中毒，變成了只要釋放10次就可以升級，整個過程快了很多。命魂賈詡每次恢復怒氣時，都會對敵方生命最低的單位釋放1次普攻追擊，同時結算目標當前回合層數+1的中毒類狀態，最多結算5層，每回合最多觸發5次。記得命魂賈詡的潛能一定要選擇友方普攻回怒，這樣才能讓命魂賈詡在每回合都打滿追擊，加速收割的能力。從第3回合開始，命魂賈詡怒攻額外引爆1層中毒後，會再施加2層遺毒，每回合最多觸發10次。總之，命魂賈詡是不用擔心在殘局，毒會被消耗完了。命魂賈詡每施加1層中毒，自身還會獲得 3% 生命上限，坦度和中毒傷害又可以繼續往上提，最多可以提升 90%。最後命魂賈詡每獲得4層亂世，還可以立即無消耗釋放1次命魂技。這是續命魂周瑜後又一個能多次釋放命魂技的武將。命魂賈詡的輸出能力幾乎都在5紅上，而且還要3回合後再透過累計疊加層數才能提升，真的非常慢。最後是5階提升命魂技的效果。賈詡釋放命魂技時，會對敵方全體施加1層10元，持續1回合，每回合最多觸發2次。每層10元會腐蝕 10% 最大生命值，最多疊加3層，即使命魂賈詡死亡，效果也不會消失。命魂賈詡的技能幾乎都是在叠毒或對抗火燒，現在終於有一個技能是稍微對女團有用的了。降低最大生命值，就是在降低女團的增減傷和 SP 蔡文姬的輸出。但由於被1回合只能觸發2次所限，10元在手回合是無法疊到3層上限的。在第2至第5回合中，每當敵方全體被施加30個灼燒或中毒類狀態時，命魂賈詡也會對敵方全體施加1層10元，持續1回合，每回合最多觸發2次。10元也只有在這段期間才有機會疊到3層上限。最後是一個命魂賈詡防越戰的能力。若己方上陣了至少3名攻擊型武將，且己方初始平均攻擊力比敵方高 5% 及以上時，敵方全體前2回合破甲率會降低 200%， 且無法釋放飛輪次普攻，額外生命上限最多只能提升至 50%。若攻擊力比對方高 10% 以上，則前4回合我方衰弱命中會提升 20%。賈詡每次釋放命魂技會施加2層10元，並且10元的層數上限也會提升至5層。敵方則完全無法獲得額外生命上限提升效果。若再加上10元腐蝕生命的效果，最大生命就會不足 100% 了，這是狠狠地打擊了女團。最後一個能力會使亂世變成第2回合就可以開始疊加，讓命魂賈詡加速了1回合啟動。這非常重要，所以命魂賈詡是一定要配合3個攻擊型武將上陣的。最後來做個總結，由於賈詡並沒有太多能打女團的手段，再加上台服命魂周瑜被削弱，所以即使你拉滿了賈詡，也是無力回天，打不過女團的，注定只能淪為2線隊伍。命魂賈詡的技能其實更多是在和命魂諸葛蠱一起在打火燒。表面上看似在火燒被命魂諸葛蠱壓制後，為火燒另謀了一條出路，去轉火毒。實際上是你不抽命魂賈詡轉火毒，就無法維持強度，還會再被火毒隊壓一頭，變成3線的隊伍。現在抽命魂賈詡只有2個目的，一是維持2線的強度，去應對3隊的場合，比如之後的金城飛將或巔峰賽之類的，這是大佬才會走的路線。2是為了以後玩群雄隊而提前做準備，不過群雄隊的強勢期也沒有很長，所以它也屬於很貴的隊伍，只限真愛黨去玩，一樣不建議平民去碰。
這也是為何我之前一直不推薦平民玩火燒的原因，因為由火燒轉群雄就是一條很貴的路，命魂賈詡你不抽個5紅就完全沒用。一些要抽5紅才能玩，壽命又不長的命魂武將，平民是碰不得的。平民還是玩女團再轉蜀國會更經濟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